现在我在一家咖啡店里，因为这家咖啡店不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其他人，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噪音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今天我要和 ChatGPT 做一个中文对话的小游戏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和 ChatGPT 聊天，所以它也很了解我了。那今天我要让 ChatGPT 选择一些问题问我，然后我会回答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我是 Stella， 你们也可以叫我六六。在这里，我会和你们一起用最地道的方式学习中文。在今天的对话里，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，我也不会想很长时间，我只会想一会儿，然后我就会用中文说出我现在最真实的想法。那每个问题之后，你也可以暂停视频，自己想一想答案，然后再一起听我的回答。ChatGPT 它给了我很多的问题，然后呢，我的朋友他会随机的选择一些问题，一个一个的问我。我现在也不知道他选择了什么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你最近在忙什么？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忙工作，但不是一个工作，因为我有一些不同的工作。我现在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，在 YouTube 里我会有短视频、长视频，剪辑视频很费时间。然后第二个我也会给我的学生上中文课，他们都是中级的学生。第三个我也在给一个公司拍一些中文视频。第四个我也在给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些远程的工作，所以最近都在忙工作。你一天里最喜欢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时候？我觉得我一天里最喜欢的时间就是全部的工作都做完了，然后马上要上床睡觉的时候。因为白天有太多事情了，我的脑子一直很积极，很累。然后晚上全部工作结束的时候，一想到马上可以休息，马上可以睡觉，我就非常的幸福，很简单的幸福。你最近有没有在坚持做一件小事？是的，我最近有在坚持做一件小事。这件事情就是学语言，我开始每天都坚持看一个或者两个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视频，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很专心，所以之前每天工作的时候我很难用我的大脑去学习语言，工作和学习是完全分开的，对我来说。最近我又开始每天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我又开始了。你平时更喜欢一个人还是和别人一起？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我更喜欢一个人一起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有时候甚至有一点社恐，就是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很多，我会非常的害羞，我会很害怕。所以我一般喜欢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一个人的时间如果太长，我也很需要社交，我觉得不太稳定。你最近一次真正放松是什么时候？我最近一次真正放松应该就是昨天上午。因为我的放松其实很简单，每天可以早上起床之后给自己做一杯冰咖啡，冰美式，然后拿着冰咖啡坐在沙发上去看一看书，脑子里不想任何的事情，这就是我最放松的时候。昨天上午。你现在的生活离得开手机吗？完全离不开。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远程工作，给公司工作也是远程工作，然后呢，有我的中文频道，给学生上课也是远程工作。在远程工作的时候，就真的离不开手机，在手机里有微信，微信是最重要的，我所有的消息都在微信里。
然后我也会在手机上用一些社交媒体去发现一些好玩的地方。有时候就是无聊也会刷社交媒体，离不开手机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语言。这个有些人很难理解，因为他们觉得学习语言很痛苦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学习语言是非常放松、非常快乐的事情。然后呢，除了学习语言，我也非常喜欢做运动，非常喜欢健身。你觉得人工智能会让人更自由，还是更焦虑？我觉得这个得看情况。第一方面，人工智能确实让我们更自由，因为有很多比较简单，但是比较麻烦的工作，我们可以让人工智能帮我们做，所以这个让我们更加自由。但是人工智能也让我们更加焦虑，因为有些人，包括我之前也很担心，我们会担心人工智能会会取代我们的工作。有人工智能，那我们就没有工作了，那就没有钱了。你会担心人工智能取代你的工作吗？说实话，担心过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真的很聪明，所以我之前非常担心，我教中文，我翻译，AI 人工智能都能替代我。但是现在我担心的越来越少了。现在我觉得人工智能只是我们的工具，即使它再聪明，但是它不懂我们在生活中的文化，我们的文化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，我觉得这个是人工智能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的。你是一个容易改变计划的人吗？虽然我的 MBTI 是 INFJ， 我是一个 J 人，J 人应该是很有计划的人，但是比如在旅行的时候，我非常容易改变自己的计划，但是在工作上，我很难改变自己的计划，我一般都会按照自己的计划学习和工作。你最近有没有在学新的东西？是的。我最近有在学习新的东西，但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，因为我是自由职业，所以我自己对自己负责。那和不同的公司、不同的人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在教我一些新的东西，所以我在慢慢的学习这些能力和这些经验，比如和人交流的能力。管理的能力，这些我都在学习。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？这个答案很简单，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学习的能力，不是我们在学校时候的学习，因为在学校时候的学习是非常固定的，老师让我们学什么，我们就学什么。但是从学校毕业之后，我们还需要保持这样的学习能力，知道自己真的喜欢什么，然后自己去主动学习这个事情，这是最重要的能力。你觉得语言更重要的是准确还是自然？这个问题很好，我觉得这个看情况，看你的水平怎么样，看你现在在哪个阶段。如果你刚刚开始学习一门语言，比如中文，那我觉得语言的准确更重要，因为在你刚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你需要养成这样的语言习惯，然后你学习中文很长时间之后，你才能慢慢的越来越自然。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中级水平，甚至是高级水平的话，我觉得语言自然更重要，因为语言的目的是交流，不是考试。你平时更喜欢一个人工作，还是和别人一起？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因为我是自由职业，所以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工作。一个人工作虽然很累，因为我要负责所有的东西。一个人工作很累，但是
因为我不需要和别人沟通，所以我觉得很有效率。和别人工作的话，如果这个人他很负责、很有效率，而且很专业，我非常喜欢。但是如果这个人他非常的不认真，很喜欢偷懒，那我讨厌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。你觉得加班是努力，还是一种不健康的习惯？我觉得这个也看情况。如果你是因为你的工作没有做完，或者你想主动的学习一些什么东西，我觉得加班是一种努力。但是在中国，很多人是为了加班，所以加班。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病，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。因为虽然你加班了，但是你的结果没有更好，而且对你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不太好。你现在的作息规律吗？我觉得非常不规律。自由职业很难有规律的作息。我现在早上起床很晚，一般是10点甚至11点。当然，如果要上中文课的话，那就是另一种情况。然后下午我会很专心的工作，晚上也会工作一会儿。每天晚上也可能会熬夜，每天晚上差不多是凌晨1、2点才睡觉，这个作息非常不好，我需要改正。你觉得社交媒体是在拉近人，还是在拉远人？哇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我觉得很明显，社交媒体在拉远人。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用社交媒体，当然我用，但是我没有那么的疯狂。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大家可以点赞、评论、转发等等，但是我们用社交媒体用的越多，我们面对面说话的机会也就越少。那如果我们俩不能面对面说话，我们俩的距离肯定是越来越远的。所以我觉得社交媒体在拉远人。如果今天什么都不用做，你最想干嘛？如果今天什么都不用做，我想第一个很安静的看书，第二个我想去吃一顿非常好吃的晚饭，第三个我想很放松的学习一会儿语言。第四个，如果有我的老朋友可以来看我，或者我可以去看我的老朋友，我也非常愿意去做。你觉得孤独一定是负面的情绪吗？哇，这个问题很有深度。我觉得孤独很多时候是一种正面的情绪，不是负面的情绪。比如我经常孤独，因为自由职业没什么朋友。我觉得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，他更容易思考一些问题，而且我觉得和自己相处和孤独相处是一种能力。因为如果要说一点哲学的话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其实是一直孤独的。每一个人他可能是我们的朋友，可能陪我们一段时间，但是最终都是我们一个人要度过自己的人生。所以我觉得孤独是一个正面的情绪。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稳定还是变化？我觉得都不是稳定，也不是变化，而是稳中有变，变中有稳。比如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生活状态，我现在的生活一定不是稳定的，因为我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我不需要每天去公司上班。我有很多自由的时间，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去我想去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几乎一直住在杭州，我知道杭州的餐厅、杭州的咖啡厅，虽然不上班，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不稳定。我希望我未来的生活是稳定和变化的平衡。如果太稳定，我可能受不了；变化太多了，我可能也受不了。你觉得自由职业真的自由吗？不是，自由职业不是真的自由。
自由职业虽然自己是自己的老板，但是它也表示我们的责任会更大，我们需要自己对自己负责。我觉得没有一种职业是完全自由的，我觉得完全的自由是不负责的。自由职业不是完全的自由，是相对的自由。你最近有没有一个有点小快乐的瞬间？最近的一个有点小快乐的瞬间，那应该就是下个星期我又要自己去旅行了。本来是我和另外2个朋友一起去旅行，但是他们临时有事，但我不想改变我的计划，所以我就想一个人去旅行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自己一个人去旅行了，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的旅行 ，solo trip。你今天喝咖啡了吗？当然喝了，我今天其实已经喝了2杯咖啡了，一杯是冰美式，我已经喝完1杯了，然后这一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它有点像拿铁，但是不是一般的拿铁，是特殊口味的拿铁，我很喜欢。你现在最常用的一个表情包是什么？最常用的一个表情包就是这个，这个是一个狗头，它的意思我觉得说不清楚，它有一点朋友间互相开玩笑的感觉，比如哇哦，真不错哦，比如那我们一起去喝酒啊。有一种这样的开玩笑的感觉。那这就是今天我和 ChatGPT 的一个中文对话的小游戏。我没有提前思考，所以所有的答案都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。我们学习一门语言，其实不为考试，而是为了能和人可以面对面的交流。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，你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可以更自信，也希望你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更多有用有意思的表达。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的话，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回复这一个表情包，告诉我你完成了。谢谢你们的观看和喜欢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可以给我一个 like， 一个 super thanks，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，成为我的会员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